别尔哥罗德与克里米亚遭遇乌军大规模袭击，俄罗斯正在推进采购伊朗短程导弹计划。北约将采购1000枚爱国者，扩充欧洲防空导弹生产线。以军公布加沙作战新阶段军事部署，并扩大北方军事行动范围。真主党后撤3公里，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刚刚进入2024年，俄乌之间的冲突没有减缓，反而愈演愈烈。近几日以来，乌军对顿涅茨克、克里米亚以及别尔哥罗德等地发动无人机、巡航导弹联合打击。俄军同样对基辅、哈尔科夫等地实施大规模空袭。在1月4日晚，乌军对克里米亚地区发动史上首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参谋部战略通讯部宣布，在4日下午，乌军袭击了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俄军指挥所。克里米亚叶夫帕托里亚与塞瓦斯托波尔发生激烈爆炸。在爆炸发生前不久，克里米亚发出了空袭警报，同时封锁了克里米亚大桥与琼加尔检查站。此次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交通枢纽、防空阵地、雷达阵地、指挥所以及俄军海军基地。这是对前几日俄军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的报复。与此同时，潜入俄本土的乌军特工在俄本土乌拉尔山脉附近的一座机场内摧毁俄空天军一架苏34，价值3500万美元。而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驻扎在克里米亚的俄军表示，他们在4日击退乌军空袭，并击落10枚打击克里米亚的巡航导弹。俄军防空系统还在别尔哥罗德州上空摧毁乌军10枚赤杨火箭弹。另外，根据美国官员透露，俄罗斯正在推进采购伊朗短程弹道导弹的计划，这将增强俄军在战时关键时刻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的能力。乌克兰需要警惕俄罗斯动向了。从去年开始，美国就警告乌克兰，俄罗斯与伊朗正在扩大防务伙伴关系，将使得俄军在乌克兰境内的入侵行动周期延长。同时，俄罗斯与伊朗的合作也将对伊朗邻国构成威胁。在俄乌双方激烈交锋的情况下，1月3日，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北约乌克兰理事会将召开紧急会议，来帮助乌克兰应对俄罗斯的大规模空袭。加强乌军防空能力是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在同一天，挪威宣布将为乌克兰援助2架 F-16战机，同时将派出10名教官在丹麦培训乌军飞行员。作为全球首支全5代空军，挪威已经全面换装 F-35战机。换下的 F-16交给乌克兰，估计也只是时间问题。俄罗斯在1月4日发布通报，表示自战事开始以来，已经有54个国家为乌克兰提供各类援助，援助金额达到2000亿美元。另外，北约国家还有数百颗航天器为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其中包括70余颗军用侦察卫星。此前，乌军对俄罗斯多次袭击，都曾借助北约的情报支持。为了应对越来越严峻的欧洲局势，北约支持和采购局宣布将委托科姆洛格公司生产1000枚爱国者导弹，总价值达到55亿美元。北约也在1月4日宣布支持德国、荷兰、洛尼亚以及西班牙等多个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成员国都参与其中。这笔订单是在德国发起的欧洲天空之盾倡议框架下达成的，旨在通过统一采购防空系统来获得更加优惠的采购条件。同时还能保证制造商的规划安全，已有20余个国家加入这项倡议。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能力，想必各位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见识过了。拦截高超音速导弹，击落俄空天军苏34，都有着爱国者导弹的支持。根据北约计划，这10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将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施罗本豪森的托科姆洛格公司进行生产，这是欧洲导弹集团与美国雷神工作合资成立的一家企业。在此之前，主要负责爱国者导弹的维护。为了生产这1000枚爱国者，托科姆洛格公司将建造导弹的生产设施。欧洲导弹集团德国分公司负责人表示，总价值55亿美元的爱国者订单将显著增强欧洲的工业与军事能力，同时也将为德国建立爱国者导弹生产线。不仅可以加强成员国的防御能力，补充成员国导弹库存，同时还能有能力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
1月4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军在加沙地带新阶段的军事部署包括对加沙北部进行精确打击，同时在南部进一步追踪哈马斯高层人员等。根据加兰特的说法，以军在北部的军事行动主要包括继续突袭、摧毁哈马斯武装组织的地道，开展空中与地面打击，同时出动特种部队进行作战等。而在加沙南部，以军的重点将主要放在消灭哈马斯高层以及解救被关押的130余名人员等目标。目前，加兰特还没有透露以军什么时候进入第3阶段，说明主要战事还没有结束。因为以军第3阶段作战目标是削弱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在加沙地带的剩余势力。另外，根据公开消息，以色列政府计划让那些从加沙边界撤离的以色列居民重新回到原来的社区。按照以色列公开的计划，在今年2月下旬，居住在距离加沙边界4到7公里内的被疏散居民开始返回原社区，居住在距离加沙边界4公里以内的被疏散居民也将在今年8月份之前全部返回。而此前遭受哈马斯武装突袭的居民区将通过2年的时间来进行重建和重新安置。1月5日，以色列北部多地遭到了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其中谢莫纳镇、吉拉迪村等地遭遇15枚火箭弹袭击，其中4枚火箭弹被成功拦截。为了回应真主党的袭击，以军当天出动战机轰炸了真主党的指挥中心，坦克与火炮也袭击了黎巴嫩多个目标。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说法，自去年10月8日开始，真主党已经对以色列境内48个目标进行了近700次袭击。为了应对真主党的不断挑衅，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制定了一份应对北部战线的军事计划，将在敌意边界地区继续开展军事行动，并将根据战事发展来扩大整个的军事行动范围。对于之前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加兰特表示不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但留给双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目前，针对以色列这一说法，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还没有给出回应。不过，声援哈马斯的真主党已经在以色列的袭击下阵亡近150人。真主党领导人在2次全国讲话中，除了大骂以色列以外，始终不敢对以色列开战。而且，哈马斯2号人物在真主党的地盘阵亡，自己的高级指挥官也没了。即便如此，真主党仍旧没有强硬回击，反而选择后退了3公里，这一点很难评价。好了，本期资讯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